现在我是来到海南岛的五指山脚下。今天呢，我要去探访一个非常原始的黎族古村落，叫做出宝村。这个村子有什么独特之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房子，这就是海南独有的船形屋。这种形式的房子啊，已经存在了将近3000年左右，而且呢，至今呢还有人居住在里面，这就非常奇特了。我们现在呢就去探个究竟。我们家默默来出宝村喽！被这个公鸡吓哭了啊！看一下这周边呢都是山，这里可以说是海南岛的中心腹地了。这个村子啊原本是有86户人家，人口啊有300多，到现在呢保存比较完好的房子呢大概只剩下30来间了。可以看到这里大部分房子啊都是空的，只剩下几间房呢还有人住。一条小水渠啊，从村中流淌而过。这样的话呢，家家户户用水啊，就会相对比较方便了。这里还放着一台农用的犁田机。这种房子最怕的就是晚上啊，会有小蛇溜进去啊。可以看到啊，屋顶呢就是茅草，很难想象哦，这种屋顶呢，竟然呢也是防水的。这里还养着一些鸡鸭鹅。看一下船形屋的内部。黎族是海南省最大的少数民族，人口啊有150万左右。但大家不要以为海南省少数民族啊就只有黎族啊，在岛内呢总共啊是有48个民族，苗族啊大概有8万，回族大概有1.3万，其他少数民族啊人数就相对比较少了。那么黎族主要是分布在海南岛的西南侧，但沿海的地方啊就相对比较少，主要是在内陆。这里的房子啊为什么叫做船形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外形。是不是很像一艘倒过来的木船，然后用几根木头啊把船给撑起来，上面再用茅草盖上去，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这里除了房子特别以外，他们的生活习俗啊也很特别。这里在建国之前啊还是原始的母系氏族部落的生活状态。什么叫做母系氏族呢？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一个家庭的一个女孩子到了17、18岁，家里人呢就会在村头村尾的地方，或者说村里比较偏僻的地方，给他单独搭建一个船形茅草屋，让他单独居住。这个房子啊，他们叫做龙龟。村子里的年轻小伙子到了晚上啊，就会来到龙龟的外面给小姑娘唱歌。那么小姑娘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，就会把房门打开，然后就住在一起了，直到怀孕就会回到家里住。孩子出生后也会在女方家里抚养，孩子就由母亲以及孩子的舅舅一起带大。孩子的父亲呢，就偶尔会过来看看。家里最大的、最能够决定一切事物的人就是祖母。这个和云南泸沽湖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啊基本一致。由于在古代这里的黎族部落是居住在相对比较山区的地方，与外界的汉人啊接触的比较少，他们是一直保持着母系氏族部落的状态。直到解放的时候，从母系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，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。在这房子旁边呢，还有一棵树菠萝，在大陆呢，大家一般叫做菠萝蜜。这个个头啊还很小呢。我发现了这里房前屋后呢都会种着一种植物，就是海南人呢非常喜欢的槟榔，而且海南人嚼槟榔啊是生嚼的。不像大陆那边呢是经过加工。这里有一层层啊都是搭建船形屋的茅草。我相信前面这座房子呢是有人居住的，不过它的屋顶呢是已经改造为这种塑料材质的。而且在新村那边您没有新盖房子吗？有啊。是觉得这里比较方便吗？这里方便啊，干工方便哦。就是干农活方便。像您就是出生在这个船形屋里面的吗？阿姐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夏天的时候啊，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呢，会不会热？也不热啊。不热哦，比较通风，对吧？那冬天的时候呢，这里冷不冷啊？这里就冷。冷啊？哦，是因为这里海拔高。看一下阿姐织的黎族筒裙哦。
好漂亮啊！这个织出来呀，是自己穿呢，还是自己穿呐？哦，阿姐的手艺很不错啊。这边就相当于是露天的厨房了，一个非常简单的灶台，一些废弃掉的木材啊，就可以当柴火了。黎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，现有的传说都是靠世代相传。对于船形屋的来历，黎族人也有一个委婉动听的传说。海南岛上原来是没有人居住的，大禹做天下时，在南海上有个黎国，国王有个丹雅公主，她嫁了3个丈夫，都先后死去了。巫师就传言，丹雅公主是扫帚星下凡，她嫁谁谁死，在国国王只有将她处死，才能得到安宁。而此时公主已经身怀6甲，国王不忍心下此毒手，便在一个北风呼啸的早晨，给她准备了一条无舵无桨的小船和一些食物，一把小刀和一大把山兰稻种。丹雅公主被放到船上的时候，还带了一条小黄狗，然后她就驶向了大海。然而这位公主并没有死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生死劫难，小船在一个荒岛岸边搁浅了。从此她就在这个荒岛上定居下来。为了躲避风雨，防止野兽的侵袭，丹雅公主在海边竖起了几根木桩，把小船倒扣在木桩上当屋顶，还割来茅草围在四周，她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白天她带着小黄狗上山打猎，晚上她就睡在船屋里，小黄狗就忠实地守候在门口。黎族的这个传说啊，给到我们几个重要的信息。首先，他们是从祖国大陆漂洋过海而来。第二，他们来到海南岛的时候，还处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，女性受到尊重。第三，他们船形屋的房子是由船只的造型而受到了启发，也就是说，黎族的船形屋是由船的造型发展而来。第四，狗在黎族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你看哦，我们的地基它是不下脚，看到没有？它就摆在上面。然后它也不是不用钉子，你看嘛，全部都是用木头。木头啊，这种的话，起码最少的有100年左右了，它还是这么好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，一边来个20个人，他就可以把房子抬走了。对。久了。为什么叫吊脚楼？以前它这里是空的，知道吧？现在是为了防止那个老鼠进去，它才封的。以前这里是空的。就叫做低架船形屋，对吧？或者叫矮架船形屋。它是吊起的，然后上面也是空的，它现在是后面封的。其实它就是只到这里，上面是另外封的，所以它是上面跟下面都是空的。为了就是透气嘛。像这种房子会不会怕蛇钻进去啊？基本上我们在这里跟大自然已经融合了，对，和平相处的。再加上这个房子里面经常烧火了、做饭干啥的了，一般蛇就不会进去了。哦，他知道里面有人烟哈。对，它不会。包括虫子也是一样，有人烟的地方，它一般虫也不怎么起虫嘛。现在不怎么住了，就所以说防虫这方面就没有那么好啊。对，没那么好。你看我们这个都是手工，就是编的。女孩，我们小时候就是女孩子必须要学会这个不然的话没有人上门提亲的。就是又是5根竹条，然后把它一把一把的可以编。它这很紧的，你看这样拉都拉不动的。这个是传统的一种手工。我想问一下，像您的阿婆，就是奶奶那一代啊，往上的话呢，是不是还处在那个原始的那种叫做母系氏族部落啊？对，到现在目前为止，我们家族里面基本上女性管家为主。到现在还是女性管家为主。家里面有什么大事啊或者怎么样，我们都是会以有妈妈在的话，基本上都会听取妈妈的意见，是这样子的。在你们村子里面，还是不是有一种房子叫做龙龟？龙龟我们叫闺房，叫闺房，翻译过来就叫闺房，用普通。就是说，女孩子满8岁，满8岁，对，这么早啊？要自己住一个小房间，就是把它另外独立写一个小房间。就是如果是2姊妹，那就2姊妹，隔开一人住一半边这样的。男孩子的话也会有，也会单独另起一间房子。然后呢，比如说隔壁村的有年轻男孩子，
这女孩子一般14、15岁，我们这边比较早熟嘛，她就会晚上吃完饭以后，她会来找他聊天。如果不开门，她就坐外面；如果是开门，就证明他中意她了，就是可以就可以进来了。对，可以在房间开着门聊天，聊好了以后回去告诉他父母，哎，我看到隔壁村的哪个姑娘啊，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去？提醒你就这样子就成了，然后生下的孩子是归女方这边抚养吗？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说他先提亲，以后是去那边嫁到那边去的。你说的那种的话，可能是说云南那边是那种走婚族嘛。我们这边就是没有说是走婚，但是呢可以。那古代的时候是有没有这种走婚？那个网上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但近代都是这种。像因为我是80后嘛，80后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有。但是你看起来像是90后啊。谢谢。他才1岁3个月呢。长得蛮好。谢谢啊。好，跟叔叔阿姨说再见。拜拜。在我家玩。拜拜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